接下来我们说雅思的第二个弱点，那就是小郑的进攻弱点过于单一。在英国那对混双解读雅思的视频里面，这被他们归纳为小郑的优点。那这也没错，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说，大优点极大缺点。英国这对混双呢，他们是从跪舔的角度出发的，和我的立场不一样，他们取悦的是那些粉丝型观众，而我是从挑战者的角度看问题，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实战中并不需要接小郑的杀球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有跟他一样的毛病，那就必须抓住，并且充分利用起来。小郑的进攻，第一，只会杀女的，这没什么问题，恃强凌弱遵循的是丛林法则。第二，他只会杀残废区，也就是防守人持拍手那边的腰部，他绝大多数的第一拍都是这个位置。在上一个周期，他的火力封顶的时候，其实他杀哪里分别并不是很大，但是现在他的攻击力已经肉眼可见的衰退了。严格来说，小郑的杀球属于终结性杀球，就是他需要得到同伴的助攻，然后他杀死对方。他的杀球不具备太好的传递性，所以当他杀不死的时候，大概率也杀不出什么东西给前面的人。这也是现在雅思得分越来越困难的首要原因。针对这个第二条，我们要引入两个练习，一是接直线残废区的杀球，挡对角往前。那考虑到业余球员普遍站位都比较靠后，你们接到球的高度不一定在腰部，也很有可能在大腿或者是膝盖的位置。不管怎么说，都还是在这一边啊。其实这个位置的球，对于挡对角来说，它是一个天然角度。如果球在正面，那反手动作自然伸出去就是回直线的角度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动作向右挪到残废区，那拍面自然就对着对角那边啦。你们一看对方杀球大板，就想甩大动作，想抽，想摆脱。但是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掉，越想摆大动作就越死得快。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，就是如果你能轻轻松松甩大动作摆脱他的话，那他大概率是打不赢你的水平。所以防住小郑的要领就是接杀的时候要先把球拍放在这里，要先防残废区。我们从残废区去接其他地方都是不会死的，但是如果从其他地方来接残废区，你就死定了。第二个练习是对角接残废区杀球，挡对角往前。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不挡另外一边呢？你想得美，这么大板的杀球，先不失误再说啊！这里和网球的原理一样，越是接威力超大的球，越是不要变现，怎么来的就怎么接回去。我们这里虽然挡的是对角，但是对方来的球也是对角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变现。这里是我们提供给业余女生的方案，因为有一些女生能力还可以的，也想多一点的帮男生协防，那你也不要退太多，你大概就退到离发球线1米这样，用正位反打来接这个球。你如果退太多，球就下去了，你就用不到这个动作了。再说女生退太多也不利于二次上网冲抢。动作记住是挡，而不是甩和翻。接这么大板的球，一定要锁定关节，把球顶回去，千万不要想搞大的没有一次会成功的。小时候我们只要一甩大动作，绝对被教练一个飞腿过来这个被踢多了你就形成习惯了。所以为什么你不行呢？因为没人踢你懂了吧？那这两个练习都是挡网让球慢下来的手段。那英国那两个蠢货为什么这么崇拜小郑的进攻？我跟你说，欧洲人就是没有办法搞这么细的，他们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情况下做剪力技术，所以他们只会抽，然后动作又大。小郑杀他们那是一杀一个不吱声你看丹麦那个克里斯蒂安森，他打别人都没太大问题，就是怕被小郑杀。这个时代已经没什么人会接杀挡网了。如果你能掌握到的话，你一定有能力克制那些男生进攻很强的对手。雅思的第三个弱点就是队形固化，或者你会说哪对混双不是队形固化呢？这你就外行了吧。那么今年的泰国公开赛的决赛，德波和郭辛娃都属于特别善于在前半场得分的男球员。不管造成他们更多上网的各自原因是什么，他们都展现了非常出色的前半场掩护和支配球能力。试想这种队形如果经常在雅思身上出现的话，那天他们应该是被打成狗的剧本吧。雅思队形固化的原因主要是小郑必须保证他的后场火力输出，所以他的站位是比较靠后的，并且他不会像德波和娃哥那样经常补位到能够抢网的位置。我们看当亚琼的另一侧有空位的时候，小郑上来基本上都是中低点位的处理，这并不是因为他跑慢，他是能上得去的，
而是因为他站得远，并且在补位的每一拍处理之后，都会有很大的向回垫步，因为他随时想要保障他后场能开火。所以重点来了，当亚琼的另外一侧出现需要补位空当的时候，小郑过去的这个第一拍，我是绝对安全的啊，我是对手。那接下来我只需要观察小郑退还是不退，如果他退，我就继续吊这边；如果他像德波那样压缩前场空间，我就过顶弹他两边底线。小郑从不退的这个位置出发，他就杀不出100%威力的杀球了。然后我们只要反复操作这个翼侧空当和过顶弹两边底线，我就能一直是相对安全的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有效的消耗小郑的大部分体能。简单说就是如果小郑不补位，那么我就两边往前调亚琼；如果小郑补位，我就前后调小郑。那特别说明一下，以上结论并不是我本人的原创，这是韩国队在近期比赛中给出的办法。实战证明，虽然蔡佑丁的状态经常神出鬼没，但在男生的部分，韩国队取得了完全有效的战果。不仅徐成宰能操作成功，他拿到了世界冠军，金元浩也展现出相同的球路。所以韩国队对中国队的战术行为不是个体行为，而是团队行为。要做到这件事，我们也是通过练习来完成啊。那么这里引入的练习叫做 L 字混双控球，业余混双的女生蹲往前手对脚，他们是只守一个点的。那所以男生的区域呢，就有点像一个 L 字啊，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反过来的 L 字。当然，实际操作只要女生接不到都是你的，那女生接得到漏了也是你的。女生要是想接，她又反悔晃了你一下也是你的。你没有任何条件讲啊，赢了就是女生打得好，输了就是你蠢啊。反正当年我老大就是这么教我的，所有球回到另外一边往前1/4区，那这里就是亚琼的翼侧空当了。必须保证球是平的，球速也不能太慢。这里一平遮百丑，一软毁所有，这两句冲派口诀大家都知道的啦。那这个练习就是培养我们打女生翼侧空当的出球习惯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学习了5个训练内容，并且深入分析了雅思组合的3个弱点。总结起来就是防住小郑的一攻，防守不要抽，用挡网让球慢下来，反复调动亚琼，并且制造和利用翼侧空当。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视频，让大家对如何对付后场进攻特别凶的对手建立清晰的战术思路，并通过训练培养和巩固相应的手段和能力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